Hello，大家好，我是 DB。我完成了对 HI500 这台机器661天的测试，现在准备关机了。录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测试结果。简单的说一下，这是一个个人测试结果的一个分享。好的，先来看一下这661天的具体时间线情况。首先是24年的5月12日，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机器，然后同年的6月1日第一次开机。6月28日发布了第一个 HL500 相关的视频，然后在11月5日发布了第二个4个月的稳定性测试报告。就在这个时候，很多观众说4个月有点太短了，当时我就说，那我们有一个约定，你们关注我，我来做一个长测试，到时候给大家出个视频。所以就到了这期视频的661天的一个测试。中间因为要给机器换位置，关了一次机，所以在25年的6月10日换了一次位置，然后就一直开机到今天26年的3月23日录制本期视频，一共是连续开机286天，最后一次连续开机啊。然后总开机时长是661天。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现在的一个运行状态。首先是这个系统状况，它有一个报错，但这个报错是由那个存储空间满了引起的，其他的倒还正常。因为我当时没有特别多的硬盘，我就放了几块小硬盘在里面，就模拟了一个运行状态。因为我当时也比较担心，万一它崩了，我的数据会丢怎么办？所以就这么做了一个简单的环境模拟。然后在系统的消息里，只有一个 Nginx 的意外停止，其他的都很正常，包括像 IP 的封锁呀、备份呀，它都可以正常运行。只不过因为硬盘满了以后，它备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然后说到硬盘，给大家看一下硬盘的具体情况，一共是3块硬盘，自上而下是一块 4T 的 3.5 寸硬盘和一块 500G 的 2.5 寸硬盘和一块256G 的 SSD， 基本上该插的我都插上了。然后运行的程序主要是 Docker 的程序，这边可以看到MySQL、Jennifer， 然后 Nginx Proxy， 还有什么 Homebox 呀、Nginx 呀都有。然后像基础的 FTP、SMB 这些协议都有，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公共的 Time Machine 的一个备份，就是苹果的备份。然后这边是在命令行里查看的 HTOP 信息，一样的是286天，然后运行的进程啊各方面都还挺多的，是这样。然后这个机器有一个问题是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 CRC 计数的问题。我分别有2块硬盘，记得吗？这就是 SATA 1和 SATA 2。SATA 1是那一块 4T 的硬盘， SATA 2是 500G 的那个硬盘。然后这2块硬盘，第2块硬盘没有问题，主要看我标出的199位，第2块硬盘计数是0，第1块硬盘计数是19，这个计数一直困扰着我。然后那个关于计数，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分别是25年的11月27日，我发现这个计数问题，当时是13，然后隔了差不多1周，到了12月3日，我再看还是13，我以为计数不会变。然后到26年的2月6日，差不多就是2个月后变成了17，那么这2个月加了4，然后到了3月23日又加了2，到了19。如果按照每个月是2个点计数的话，那么反推差不多开始的时间是25年的6月到7月。那么大家还记得25年的6月我给这个机器搬了一次家吗？我怀疑有可能是因为这次换位置搬家引起的震动导致了某些地方的一个松动，也有可能只是重启一次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不确定。但是为了做长测，我没有重启，所以我也就没有管它。当然因为我有新的其他的玩具，我也确实没有怎么管它，这个机器就当成一个公共服务器随便大家去用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是我拍摄的那个机器的照片，其实有蛮多的灰的，我们连清灰都没有做，在这661天。然后温度也很正常，50度的机器。因为要想测试的话需要去做关机嘛，所以也一直没有去动。因为我在25年的11月发现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就是稳定测试的时间不够长，所以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接下来的方案很简单，在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1号位和5号位分别是 4T 和 500G， 我准备把这2个硬盘换一个位置，
换位置以后有2种可能，一个是换完位置以后大家都没有技术的问题了，那么就是因为接口可能没插紧导致的。然后如果换了位置以后继续有问题，那么有可能这个问题在4T 这块硬盘的接口上。然后如果换了位置以后500G 开始报错，那么 4T 不报错，那么就在背板上。当然也有可能是在那个，因为这个机器有2根的 SATA 线嘛，在其中一根 SATA 线有问题，这个都有可能。但是我猜测问题应该是哪里松动造成的。但是总体来说，要想修复这个问题或者测试这个问题，就需要关机。那么这期视频录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好的，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首先，这个机器整体还行，因为它是一个公共服务器的定位，只要在局域网里的用户都可以去使用它，然后使用频率也挺高的，像 MySQL、Nginx、Jennyfin、FTP、SMB 这些都有在用，然后它稳定运行了661天，没有丢数据，没有出问题。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开机稳定运行了286天，没有重启，只有一个 CRC 的问题。CRC 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插口的问题。接下来我会做一个 CRC 的一个交换测试，如果有结果了，应该会再出一个视频。然后终于可以重启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是我的一个心结的完成。因为老实说 HI500 这个机器对我还挺有意义的，因为是这个科技频道的第一个视频，当时也是跟大家的一个约定，现在我遵守了这个约定，也谢谢大家的陪伴。好的，这就是这一期 HI500 机器661天藏测报告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分享，或者遇到了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TP，谢谢。